我是妮娜，我跟你们说一件发生在我身上荒唐的事情。那晚，损人来家里吃饭，他是老公的好友，闲聊中说可以介绍一些法人业务。老公眼睛顿时亮了，他正因为完不成业绩而苦恼呢。我从厨房出来端菜时，损人抬头看我的那一刻，眼神明显怔住了，像是惊为天人。他很快掩饰过去，继续和老公聊天，但我能感觉到他不时投来的目光。周六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，老公却突然说要出差，我心里很委屈，抱怨道：好不容易盼着一起去酒店吃饭庆祝，现在全落空了。老公一脸歉意，损人这时适时开口：要不妮娜姐假扮我女朋友，陪我去酒店见我妈一面可以吗？就吃顿饭，帮我应付催婚。我妈要是满意，说不定能在业务上帮上大忙呢。老公面露难色，有些犹豫，我却意外的爽快答应了。没事儿，就帮这一次吧。我看着老公为工作辛苦的样子，想着能帮他一把，心里反而轻松了许多。周六那天，我特意打扮的清雅端庄，一袭素色连衣裙，妆容柔和自然。见到损人母亲时，她非常热情，不停夸赞我漂亮懂事，我们聊得很投机。饭桌上笑声不断，母亲越看越喜欢。饭后直接安排我们在酒店住下，这么晚了，难得来趟东京，就别回去了。房间我都订好了，这一下可有点出乎意料了。事前说好只是吃个饭就回的，老公有点担心，怕我一个人在外过夜不安全。到了这个时候，我也只能安慰他，让他放心好了。因为稍微多喝了几杯，有些醉意。我进入房间后就觉得头重脚轻，直接倒在床上迷迷糊糊的。损人妈妈像是在叮嘱什么，但我一句都没听明白。我半闭着眼睛，感觉到损人坐在床边，目光久久停留在我身上。那目光越来越灼热，我能听到他呼吸渐渐变重。我心里残留着对老公的愧疚，想动一动身子，却浑身发软，只轻轻呢喃了一句：别这样。几天后，损人又以道谢的名义来到家里，他趁我做菜的间隙，从身后轻轻抱住我，我身体一僵，心跳骤然加快，转头想推开他，却对上他热切的眼神。那一刻我犹豫了，最终只是低着头，脸红到耳根，任由那短暂的亲热发生。事后他就跟没事人一样，继续与老公喝酒聊天，而我却久久平复不了呼吸，心里涌起强烈的愧疚，却也夹杂着被渴望的复杂滋味。之后损人开始以各种理由约我出去，为了让戏演得更真，他特意买了一枚婚戒给我戴上，闪亮的钻石在手指上晃动时，我看着他，心里五味杂陈。他还把我们在一起的照片发给老公，老公虽然没说什么，但我能感觉到他语气里的勉强与隐忍。我每次回家都会先把戒指摘下来，小心收好，对老公保持着以往的温柔。为了帮老公完成业绩，损人母亲出面签了一笔大订单。但是当他看着我和损人坐在一起时，我看得出他心里酸酸的。为了不让戏穿帮，损人连忙找个借口带我出去了。那晚我和丈夫早早睡下后，损人打来电话，说母亲想邀请他俩去温泉旅游。丈夫在电话里沉默了很久，损人这时抛出了大杀招，说让母亲长期合作作为感谢，最终老公无奈答应。这真的是最后一次了。挂断电话后，我主动靠近老公，想和他亲热，弥补这些日子的疏离。可丈夫疲惫地推开我，今天太累了，改天吧。那一刻，我心里空落落的，失落像潮水般涌来。我默默起床，摘下自己原本的戒指，戴上了损人送的那枚冰凉的金属，贴着皮肤，像一种无声的决定。第二天，我跟随损人去了温泉，为了让老公放心，泡完温泉后，我就一直拍照片给他。老公却从我手上的那枚戒指看出了些许不对劲，但他没往细处想，只当为了戏演得更真罢了。
真正让他看出端倪的是我临睡前发给他的那张照片。我只拍了自己，但百密一疏，我忽略了身后的那面镜子。丈夫后来告诉我，他盯着镜子里的细节看了很久，以及我微红的脸颊、微微凌乱的发丝。他终于确定我们已经假戏真做了。那一刻，我想象着丈夫坐在那里，脸色渐渐苍白的样子，心里既心疼又有种说不出的释然。这场戏像一场梦，悄然改变了我对婚姻和自己的感受。